大家好，就在我出了一期关于中国六代机的视频没多久，美国动力网站就自曝了一张在内华达州沙漠之中的军事基地，由卫星拍到了一张神秘战机的图片。这个军事基地还有一个更为大家熟知的名字，那就是51区。而其神秘之处不仅在于是美国秘密飞行器的试飞场，例如此前的 U2、黑鸟和 F117， 而且还是那个秘密关押外星人和飞碟的 S4 基地的所在。至于这两者有什么关联，我们稍后再讲。先来看一下卫星拍到的战机图片。此架飞机位于整个基地南部一个白色机库北边跑道的拐弯处，而且并不是孤零零的只是一架飞机，而是被一个特殊的透明机棚笼罩起来。大白天的，明知道上空卫星会拍到，如果想保密，需用一个透明机棚遮盖，若隐若现的，似乎有摆拍之嫌。透明机棚大致长这个样子，是一个模块化的临时飞机掩体，只不过这次顶部的遮盖物并没有安装，而故意露了出来。此飞机由 Planet 卫星自1月26日捕获后，直到2月2日才消失不见。Planet 的高分辨率相机将其放大后可见，这架飞机长度约65英尺，即 19.8 米，宽约50英尺，也就是 15.24 米，长度介于 F-22 和苏2.7之间，翼展比以上两款都更宽一些。当然，这都是美国军迷根据卫星图片的推估。不过这款神秘战机最有特色的是其三角翼的气动布局，而且还有一个尖锐的头部，机翼两侧的大边从机身头部向主机翼延伸。有些人说它类似于 F-16XL 那款技术验证机，但我觉得其外形更像英法联合研制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而另一大特点就是机身尾部既没有水平尾翼，也没有垂尾，类似于 B2 那种飞翼隐身布局。由于此前在成都黄天坝机场拍到的那架中国神秘战机也有些相似，具备世界主流对于未来六代机设计的特征。而此前在介绍中国六代机的时候，提到了美国的 NGAD 下一代战斗机计划。这计划共有3家公司进行竞标，分别是诺格、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这是洛格提供的六代机概念图，这是波音公司的设计，这个则是洛克希德马丁的概念图。无独有偶，他们都采用了飞翼式无水平和垂直尾翼的设计。在2020年9月，美国负责采购的空军助理部长威尔罗珀就曾经宣布过，美国全尺寸六代机的技术验证机已经试飞。如果这个采购助理部长所言非虚，试飞的这家应该就来自以上3家之一。不过当时他并未透露公司的名字，也没有提供任何试飞的画面。而后在2021年，有人在加州洛马著名的臭鼬工厂附近拍到了一辆拖车，拖着一架造型特异的飞机行驶的画面。而刚才提到的在51区曾经试飞过的经典机型 U2、SR-71黑鸟和 F117夜鹰均为臭鼬工厂出品。想必洛马已经进入到为美国的 NGAD 下一代战斗机计划研制技术验证机的阶段了。当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拖车上的机型就是这次卫星拍到的透明机棚内的飞机。不过根据以往美国对于下一代战机研制计划的模式来看，都是采用多轮竞标迭代开发的策略。首先由多家公司提供概念设计，次轮淘汰几个后，由剩下的公司再提供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最后选择2家进入第3轮并开始制造技术验证机，最终再由空军选择并量产。此前与 F-22 的技术验证机 YF-22 竞争的还有一个就是由诺斯罗普和麦道共同设计的 YF-23， 当时生产了2架原型机。而与 F-35 进入最后 PK 阶段的是由波音研制可垂直起降的飞天蛤蟆 X-32。鉴于超鼬工厂的技术验证机已经被拍到，而洛克希德马丁在过去5代机时代均告胜出，所以想必美国对于6代机的研制进展已进入到第3阶段。入围的2家各自设计自己的验证机并试飞，展开最后的 PK 战。从以往战斗机型的中标率来看，洛马最终夺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从这次51区所泄露的卫星图和此前成都黄天坝机场被拍到的中国6代机可见，未来中美2国在下一代战机的研制上，洛马和成飞将正面 PK。 刚才也提到了51区除了这个军事基地外，还有一个更为神秘且藏有外星人和飞碟的 S4 基地。那么这个 S4 又在哪里呢？其实它并不在这个51区内，而是在51区南侧 Popos Lake 旁边的山洞里，中文将其翻译为婴儿湖。美军还特意从51区修建了一条公路，直接通往这个神秘的 S4 基地。我们还注意到51区停机坪上停着一架波音737。为什么着重来说这架飞机呢？
因为所有从外面进入51区和 X4 基地的工作人员都要通过 Janet 航空的专用737进出，其他民航公司的客机均被禁止。而 Janet 公司的全称中文翻译则为只是一个不存在的航站楼。Janet 公司的737专机也不会搭载普通旅客，他们只接送在美国各个军事基地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除了本次介绍的51区和 X4， 还有帕姆戴尔42号工厂、托诺帕靶场和中国湖海军武器实验基地。这些地区等以后有机会再来介绍。而51区方圆40公里的地方被称作天堂牧场。除了 Janet 的波音737外，所有经过此区域的飞行物都将被击落。最先曝光这个 X4 基地的是一名叫做鲍勃拉扎的物理学家，他自称曾在 X4 基地针对外星飞碟做过逆向工程，并在1989年向媒体透露了美国政府秘密与外星小灰人合作研究飞行器的秘密。由于作为吹哨人爆料，还一度遭遇生命威胁。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一部电影纪录片。而后一名 CIA 前特工化名为阔珀，和 X4 基地与外星人长期接触的丹布里奇博士也证实了鲍勃拉扎的爆料，而丹布里奇爆出了更多关于 X4 基地的内部细节。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婴儿湖旁边的 X4 基地。据说这边的山上共有9个可供飞行器出入的机库，不过谷歌地图在 3D 模式中刻意将其隐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神秘的 X4 基地内都有什么。从山脚之下进入 X4 基地后，地面上可以清晰见到红蓝2条线。红线的工作人员是负责对外星飞碟的动力系统进行逆向研究，也就是鲍勃拉扎所参与的项目。蓝线是丹布里奇参与的水瓶座计划，此项目专门负责给外星人提供医疗保障。不同的线的工作人员是禁止随便交流的。紧接着再向前，我们就可以看到红线科学家所参与的逆向飞碟工程了。第一个机库为 P45 飞碟的原型机，第二个机库为它的仿制品，第三个为1947年那个罗斯菲尔事件的飞碟残骸，并被油布遮盖住。第四个为代号 P52 的猎户座飞碟，长得像个蛋糕。第5个机库是空的。第6个是罗斯菲尔飞碟的人造复制品。第7个为1953年在 Kingman 坠毁的飞机残骸，也被油布遮住。第8个最为特别，为三角形全黑飞行器，表面有一层特殊的黑色汞状液体，据说飞行员可以直接陷入进去而无需通过舱门。第9个机库也是空的。我们再回到第6个机库，也就是罗斯威尔飞碟的复制品这里。这款飞机的外形是不是很像这次在飞机跑道上被卫星拍到的那款神秘战机呢？尖尖的脑袋，三角形的机翼，而且没有水平和垂直尾翼。据介绍，当年世界首款5代机 F-22 最初的设计灵感也是来自这架罗斯威尔飞碟。换句话说，如果鲍勃拉扎和丹布里奇爆料的信息为真，如今美国设计的第6代战机是不是也有可能参考了外星飞行器的设计呢？那也许很多人就会说了，为何各国对于6代机的概念设计都跟这架飞机的布局差不多，尤其是卫星拍到的中国那款，是不是又是抄袭了美国呢？首先，美国还没有任何一架下一代战机公之于众，实在超无可抄。其次，谁说外星人就只能跟美国人打交道呢？说不定在我们神州大地之上，也有一个类似于红岸基地的地方，也在跟外星小灰人秘密交流呢。好，以上就是 X4 基地的第1层，包括这层在内共有5层，下面的第2层叫爱丽丝层，用于外星人和人类测试虫洞的模型。第3层为美国军方、政界和科学家所组成的 MJ-12 成员的房间。第4层为通往第5层之前的消毒室和淋浴间。第5层，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层，就是那个与人类进行交流的名字叫做 J-Rod 的外星人生活的房间。据说这一层的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半球状无菌球，无菌球下方还有一个升降机， J-Rod 无需出来就可以随时通过升降机进出 X4 基地的各层。而丹布里奇博士是少数几个可以近距离接触 J-Rod 的地球人，他们会定期给他注射一种特殊药剂，用以治疗外星人因基因缺陷而导致的某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当然，以上这些细节都是在 UFO 大会上吹哨者们的爆料，信与不信，各位见仁见智吧。好，以上就是美国的51区和那个神秘 X4 基地的简单介绍，以及与那个被卫星拍到的美国下一代战机的关联，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